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Draco Chinese， 我是小龙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宝。小宝，最近中文学得怎么样？还可以，不过我每天都有很多问题，就我一点也不意外。因为我真的很喜欢问问题。没关系，你问，我来解释。那太好了，其实我今天就有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为什么很多人都说中文很难？这是一个很常见的问题。我一开始学中文的时候也觉得很难。为什么？因为汉字很多，还有4个声调。确实，汉字和声调一开始看起来有点吓人。所以我当时想，中文一定特别复杂。其实很多学习者后来都会发现一件事情。什么事情？中文有很多地方其实比很多语言更简单。真的？快告诉我。我们先来看一个简单的句子。我吃饭。我吃饭。如果换成他呢？他吃饭。如果是我们呢？我们吃饭。你有没有发现什么？动词吃没有变化。对，中文的动词通常不会变化。等一下，我想到英语。I eat. He eats. I ate. I will eat. 哇，动词一直在变。对，很多语言都有复杂的动词变化，但中文通常不需要这样。这听起来简单多了。我们再看一个例子。一本书。2本书。书还是书。对，中文的名词一般不会变化。我开始觉得中文挺友好的。还有一个很多人没注意到的地方。什么？中文几乎没有复杂的时态。没有时态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们来看一个例子。我吃饭。我吃饭。我昨天吃饭。我昨天吃饭。我明天吃饭。我明天吃饭。动词吃一直没有变。对，中文通常只需要加时间词，比如昨天、今天、明天。原来这么简单。所以中文的语法其实非常简单直接。不过很多人看到汉字还是会害怕。其实很多汉字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复杂。真的？因为很多汉字最早是象形文字。象形文字？对，就是根据事物的形状画出来的字。能举个例子吗？比如山。山。你看，它像不像3座山峰？哦，好像真的有点像。再比如人。人。看起来像不像一个人在走路？对，真的很像。所以很多汉字可以用图像来记忆。这样记起来好像更容易。还有一种汉字叫做会意字。会意字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把2个意思组合在一起。比如修。修。左边是人，右边是木。人和树。一个靠在树旁边的人就是在休息。原来是这样。再比如明。明。左边是日，右边是月。太阳和月亮。放在一起就表示光明。这个真的很好记。还有一种更常见的汉字叫做形声字。形声字？对，一部分表示意思，一部分表示发音。能举个例子吗？比如河。河。左边是3点水，说明河水有关。那右边呢？右边是可，提示这个字的发音。原来还能猜发音。对，很多汉字都有这样的规律。如果我认识一些偏旁部首，就可以猜意思。没错。
有时候还能猜发音。对，所以汉字虽然很多，但其实是有规律的。我现在真的觉得汉字没有那么可怕了。还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，什么？很多中文词其实像拼积木一样组合起来的。比如火车，火车，火加上车。用火的车。再比如电脑，电脑，像电的脑子。所以很多中文词是这样组合出来的。中文真的越来越有意思了。中文学习当然需要时间和耐心，但没有我一开始想的那么难。对，一步一步来就好。对了，小龙，如果有人想认真学中文，有没有什么工具可以用？当然有。如果你想系统的学习中文，可以试试 Draco Chinese APP。里面可以学什么？里面有系统的中文学习课程，可以一步一步学习拼音和汉字。听起来不错。你还可以练习中文发音 ，APP 会用语音识别帮你检查发音。那我就可以知道自己有没有说对。对，而且你还可以练习写汉字。写汉字。APP 会显示每一个汉字的笔顺动画，你可以跟着练习。这对学习汉字一定很有帮助。里面还有很多免费的中文文章。可以听吗？可以，每一句都有音频，还可以显示拼音和翻译。那我可以一边听一边读。没错。还有别的功能吗？还有词汇闪卡、任务挑战。听起来像一个中文学习百宝箱。而且里面有很多免费的学习资源。太好了。如果你正在学习中文，欢迎下载 Draco Chinese。说不定你也会发现，中文其实没有那么难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。这里是 Draco Chinese。我们下次再见。再见。